大家好，我是晚风。山河令大结局好几天了，现在大家都成功出坑了吗？如果还没有，这一期我们就借着这期小小的总结视频，一起为我们在这个春天中真情实感追过的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山河令于2月22日空降播出，作为2021年的单改第一枪，起初并不被看好。但谁能想得到，就是这部投资体量超小又无流量演员参演的剧，竟然表现出色，并引发了超高的追剧热潮。截止至今，山河令的豆瓣评分人数已经突破了30万人，分数高达8.6分。两位演员龚俊和张哲瀚也收获了无数的喜爱，被剧粉们昵称为老公和老婆。山河令从不被看好到席卷全网，前期堪称封神的剧本、优秀的选角、制作团队的努力、推波助澜的营销都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随着这周二山河令大结局的释出，各种关于剧情角色的争议也甚嚣尘上。剧中第二天，山河令更是屠版了热搜，从演员、导演到编剧、制片，好的坏的都被溜了一圈。而晚风我个人呢，有一说一，当天看完36集的最后1分钟，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即使随后看完彩蛋，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复，以至于第二天我自己还激情剪辑并上传了一版借阅版大结局。现在细细想来，山河令的大结局之所以会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原因着实很多。例如剧集的超高热度、观众的入戏和对角色演员的真诚喜爱、前后剧情水准的不小落差、3元彩蛋续命的商业操作、各路对家的混战拉踩等等等。但晚风我以为不少剧粉对于山河令的结局，与其说是不满、愤恨，倒不如说是可惜。可惜最后几集的剧情凌乱无力，可惜堪称封神榜带给我们无数惊喜与感动的山河令，最后竟以这样不算完美的方式作结。而所谓的意见和抱怨，不过是爱之深责之切罢了。接下来我们不妨就精神内核来大致聊聊山河令这部作品。从武侠小说发展的学术角度来讲，山河令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新武侠。所谓新武侠，即是指在以金庸等为代表的经典武侠小说高峰后，自2000年左右起，在我国所诞生的一系列具有后现代特色的武侠作品。简单来说，无妄之有妄和人之精神是新武侠作品的2大关键词，即相较于传统武侠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新武侠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与情感。这种特点在山河令中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具体来看，山河令中的2位男主人公周子舒与温客行，在出场时并不是少年，而是年近30岁的阅尽千帆的老江湖。他们一个身负血仇，不惜与浊世共愤，一个看破一切，但求一死。可以说这2个人均是处于一种无望的苦痛的人生之中的，但是他们相遇了，进而成为了彼此的光与救赎。这不正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望之有望吗？再进一步来看，周子舒宁愿打下7窍3丘钉，也不愿违逆本心的作为天窗首领苟活于世。而至于温客行，其在大仇得报后对周子舒说，原来堂堂正正的做人是这么的轻松，这么的痛快。这些则又在非常明确地表达对充满人性光辉的人之精神的追求。然而在山河令后期的剧情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编剧好像不仅仅满足于把新武侠的内核讲好，而是想要更进一步地将传统武侠的侠义注入到作品中去。这种求突破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但目前来看，编剧对此似乎是驾驭不了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4集中，周子舒突然提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射雕中的经典台词，而武库又变成了拓劫王族的宝库，齐民要说江山永固的秘密是农业等等也来了。这种空泛的浅显的关于大义主题的堆积，不仅让观众觉得眼花缭乱，更冲淡了原有的对于个人成长、个人情感、灵魂救赎追求的深刻主题。此外，在后期的剧情中，山河令在逻辑上也出现了不少难以自洽的地方。例如周子舒知己积聚、和若玉碎的决绝拔钉，最后被假死局变成了拔了个寂寞。再例如在英雄大会上，温客行刚开始声称自己是4季山庄的温客行，但后来受到众人质问时，他又说方才是逗你们玩呢，这又是什么设定？这种写法不仅不高明，甚至都伤害到人物了。当然，晚风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批评谁，而只是想纯粹探讨一下问题。山河令能有现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中期剧本的出色，编剧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但同时剧本后期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综合来看，瑕不掩瑜，
山河令剧作整体的出色与优秀依旧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说实话，晚风我曾不止一次的惊叹于山河令漂亮的开局。中国文化最讲究因缘际会、红尘因果，而山河令故事的开头便正是如此。当少年程琳给在桥边晒太阳的周子舒递上名牌，当温客行认出周子舒的流云九宫布，当周子舒一时兴起做了老船夫的霸王船，自此整部剧的核心人物便串联在了一起，而此后种种不过是滚滚红尘，缘聚缘散罢了。而越往后看，晚风我就越被这个充满温度的故事所感动，更惊讶于我们现在的国产剧市场竟然能诞生出如此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品。在耽改的外衣下，山河令在关注个体的成长与得失，在直面人生的苦痛与挣扎，而周子舒和温客行这对神仙知己的塑造更是直击观众的心门。我想这也正是很多小伙伴不禁直呼被治愈的原因。很多人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话大概没错。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好像确实是不太聪明的样子。不过再转念一想，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明明懂得，却还能疯，还愿意傻，这才是活着的滋味，不是吗？当我看到有小伙伴评论说，看到周子舒会想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又有小伙伴说，看到身在地狱却依旧心向光明的温客行，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鼓励。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而美好呢？我们这样傻里傻气的把自己的各种社交 app 刷成了山河令的专场，又这样掏心掏肺感慨万千的聊过天，还有什么不值得的呢？所以有时候想想，结局怎样又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不过是我们深深的爱过这个故事，这些人物，并被他们深深的打动过，甚至因此而选择成为更好的自己。天长地久太奢侈，一分一秒的真心与热爱都应该被珍惜，唯真情不死，唯热爱不灭。